伊朗的政權大概很難被顛覆。你的軍事基地後撤，你籠罩這裡的成本就上升。可是你不後撤，你長期支出量大的不可思議，你還是軍費上升。所以這就是現在美國最大的困境。川普的個人需求屬於一種歷史偶然性的展現，而它的必然性是霸權的衰弱，他也必須要達成這個目標，所以就會產生一個什麼結果？對比打委內瑞拉那個充分的準備來打伊朗是一個不充分的準備，所以最多啊就是放個大煙火。我的天哪！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覺得美國準備打伊朗會打嗎？這張圖呢是 USNI 美國海軍的公告，上面的點是它的航母的一個作戰的位置，還有就是它的2棲攻擊艦。目前在印度洋的只有一艘航空母艦，是亞伯拉罕林肯號，但是它是整個艦隊都拉過去了，是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拉過去。現在有10艘船在這個阿拉伯海這裡，但是呢，有人說老布希號是這個 CVN-77J 的這個在地中海，錯哈，這個老布希號目前呢還在大西洋的彼岸哦。那還有人說這個羅斯福號在哪裡呢？這個是西奧多羅斯福哦。什麼是西奧多羅斯福呢？之前也給大家看過，就是那個泰迪熊那個羅斯福。你知道羅斯福總統有2個，對，布希總統也有2個。布希總統是父子，老羅斯福跟小羅斯福是遠房的堂兄弟。就這個叫西奧多羅斯福，又叫老羅斯福。对，他就是泰迪熊的原型。這個人是妥妥的帝國主義者，他是共和黨的，然後小羅斯福是民主黨。那老羅斯福號呢？目前呢在東太平洋。另外呢有一個這個 Boxer 這也是2棲攻擊艦啊，它目前也是在東太平洋。那另外啊，上次跑去抓馬杜羅的那一台啊，那一艘叫做 Iowa Gima 呢是硫磺島號，這是日語的名稱啊。那是在現在的加勒比海。那福特號呢航母呢也在地中海。然後另外啊，我們可以看到在西太平洋，目前呢喬治華盛頓現在在日本。那另外呢蒂里波里號這個也是2棲攻擊艦哦，目前呢在東海啊。這是根據最新的美國的一個部署，也就是說啊，在整個印度洋其實只有亞伯拉罕林肯號。所以我們從一個事實簡單來判斷了，因為大家知道，就哪怕對付委內瑞拉這樣子一個相對純弱的國家，當時都動用了福特號航母加上硫磺島號2棲攻擊艦。那更保險的做法是2艘航母哦，比如說上一次去轟炸伊朗的時候，他在外海他就是配航母，而且是配2艘航母。所以現在這一次呢，只有亞伯拉罕林肯號抵達了阿拉伯海的外圍。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啊，即便有發動攻擊呢，第一個規模可能會比較小，天數會比較少；第二個就是可能還要再等待其他的航母過來，因為美國在執行重大任務的時候喜歡派雙航母，是這個樣子的。我的判斷啦，當然也可能被打臉啊。第一個可能不會那麼快打，雖然川普一直嗆下說，如果伊朗不趕快回到談判桌簽放棄核武協議的話，馬上要動，但是依照目前的軍事配置來說，可能還略顯不足。那另外呢，怎麼打？關鍵嘛，川普嗆下伊朗，好，這個是在油管那邊的調查，大家會覺得怎麼樣呢？多數的人認為會打，但是主要是空中轟炸，地面進攻人只有 8%，27% 的認為不會打。那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這樣說起來有點就是偷啊。簡單來說，我也是這麼認為。我認為真要打，不會是這個配置，但如果真現在就動手，那就是空中轟炸。那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伊朗周圍有很多的軍事基地啊，在約旦有一個很大型的美軍的空軍基地，上一次轟炸就派了很多的運補到了這個約旦的空軍基地來做一個運補的一個部分，所以這部分呢是目前他已經有做準備了。所以你說川普到底有沒有想打？我認為是有想打，他有動這個念。這件事情呢，當然在西方的討論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說非常知名的 Economist 經濟學人啊，英國媒體，但是基本上在西方也是一個傳聲筒啊。他呢就說啊，目前美軍的動向是相當可疑的啊。川普呢在28號的時候警告了德黑蘭，你們的時間所剩無幾啊。可是呢，經濟學人就以這樣子為題啊，美國會打伊朗嗎？他來報道，他講到說啊，川普有意談判恐怕是虛晃一招啊！美國大動作加強中東軍事部署，因為川普的意思是說，你不回到談判桌我就揍你。那現在呢，林肯艦的航艦打擊群配置巡弋飛彈的驅逐艦已經就定位了，也就是說，很有可能跟去年6月一樣啊。去年6月的時候，川普啊放話說要打伊朗，他說2週談判，
就3天就發動了攻擊，而且呢，用的是最先進的 B-52轟炸機，全程隱形飛行，再加上空中加油機。那另外呢，在寧海打擊群啊，整體進入到阿拉伯海的時候啊，自帶的驅逐艦之外呢，另外的3艘驅逐艦也到了。那這裡的驅逐艦還配備呢這個攔截系統，也就是防止伊朗的反艦飛彈。伊朗有很長的海岸線，它有2段海岸線，一段是南邊的海岸線，一段是北邊海岸線，東西兩側是陸地，跟其他的陸聯國相鄰。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伊朗的首都德黑蘭其實距離它的海邊很近，這裡有一條山脈叫鄂爾布斯山嘛。這鄂爾布斯山呢是伊朗北邊的高山，但是這個鄂爾布斯山啊，因為它是斷層結構的關係，所以呢，里海南岸是伊朗最濕潤的地區，甚至形成了所謂的濕潤帶。你們看到很大量的水源會滲透到德黑蘭這裡的谷地，所以這裡可以養活很多人，是這樣來的。所以德黑蘭事實上距離啊所謂的邊境線是比較遙遠，你必須要從伊拉克這邊打。但是美國才剛剛撤了伊拉克的空軍基地啊。而且燒錢吶！那他們在這邊架空軍基地的目的？本來是美國在全世界上那空軍基地那是多到沒地方放，他們本來是要控制全世界的。美國是真的霸權，真的嗎？那他是真的霸權，你們這一代可能不能理解。他真的想要當那個指揮官的概念嗎？他是真的認真在控制全世界。以前是這樣嘛？美國霸權主要3種東西構成啊。美軍的話呢，主要在武力的呈現上面，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海外基地。伊拉克的美國空軍基地是當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留下來的，因為美國曾經2度入侵伊拉克。第一次是因為伊拉克想併吞他旁邊的小國家叫科威特，第二次是伊拉克的獨裁總統海珊，因為他呢跟美國不對盤嘛，美國呢就說他藏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主要是化學武器，所以他就派了他們當時的国務卿啊，一個黑人啊，跑到了聯合國大會上去搖一罐小粉粉，然後人家說那個白粉是什麼，沒人知道，反正他說他這就是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武器，他就去打他。這個武力擴展呢，很多國家只要是中小型國家或甚至他的盟友都會害怕他，所以呢，美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就出現2個優勢嘛。第一個，因為他長期擁有強大的武力，所以他的安全形勢是相當穩固，所以他的這個美元就美金，然後或者是他的經濟的發展呢，他基本上他可以在全世界上到處做生意。那在這樣子長期穩定經濟、金融再加上軍事的一個綁定新的一個體系之後，那自然而然呢，他的這個文化就得到很強大的推升。就美國是好棒棒，美國是最強大，所以他這個3项式的這個做法，透過美軍在全世界上鞏固他的統治架構，然後呢，我提供你軍事安全嘛，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他也來對你進行資本上的擴展，然後在資本上的擴展的時候，同時又把他的語文霸權，就是他在不管在形象上啊、思考思想上，甚至英語的推展得到鞏固，就形成了一個很完美的三角，這就是所謂的美國霸權的基礎。所以這你可以發現，它的核心關鍵其實是美軍，少了美軍做一個定錨的效應的話，很多地方你說你今天要叫他打開低關稅、打開大門，美國是可以說你這個貿易不公平啊，或者你欺負美國企業啊，他可以去打你，你知道嗎？他做過這種事情的。所以一艘航空母艦人家和解了，然後你的2個直接鉗制他的軍事基地就撤了，一個在伊拉克，一個在阿富汗，剩下從約旦，然後你只掉了一艘航空母艦在阿拉伯海上面，然後再來伊朗的特殊地形，北邊的海岸線基本是屬於一個封閉的海，南邊的海岸線呢一大段在波斯灣裡面，另外一大段呢雖然在阿曼灣，但是你就從這邊你要去炸是飛得到沒有錯，可是你的航程還有你的這個距離都是成本，更燒錢的軍費，再加上我剛才講到，因為美國長期的工業的外移的狀況，所以他自己的自身生產力又不夠的話，在他的軍事的維持上，他的開支就不斷上升。那你想這樣的一個霸權不就出現一個問題了嗎？本來我靠的是美軍在全世界定錨，然後我可以經略我主要的，比如說石油啊。你看川普他的觀念就停留在石油很重要的時候，所以他有個政策叫專把寶貝專把。可是你的美軍耗費已經大於你在全球的金融壟斷、經濟壟斷的收入的時候，你就出現斷裂。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會猝然轉彎，在全球收縮，因為他首先得把美國在全球的消耗給降下來。但是他為什麼還要繼續做這件事情？這就是關鍵哦。明明知道炸了沒用，為什麼要炸？然後另外再補充一個伊朗前陣的叛亂的一個內容哦。伊朗前陣的整個地方大動亂，起因是因為伊朗被經濟制裁所產生的經濟不好，里埃爾大貶值之後呢，最受衝擊的是退休金群體。所以呢，當時有一群伊朗國家電力公司的退休工人，他
他們抗議，那是和平抗議，在去年的時候，逐步就擴散到商業階層，擴散到各個階層，所以就變成這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本來是和平抗議，結果就出現了很多黑衣人是有手持武器的，動亂就升級。升級之後，去年12月之前，大概都還是交給他們的一般警察，他們的伊朗國防軍。後來進入到1月，整個形勢變得更加嚴厲的時候，伊朗就果斷出動了教士集團直屬的軍隊，叫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這個國家什麼都是兩套的，政府呢有總統、有執政團隊、有警察、有伊朗國防軍，但是呢，教士集团更高，總統由教士集团所遴選的候選人來推送出來，整個教士集团它有自己的體系，包含有自己的宗教警察，有自己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然後就全國斷網，然後大掃蕩，等於你的地方對政府不滿的各副勢力，它的領導階層是被清空的嘛。這個被清空，其實對於伊朗現在講白了，內部穩定有很大的幫助。說起來很殘忍，但確實如此。而且伊朗還有一個狀況，伊朗為什麼人命相對不值錢？大家了解伊朗人均擁有的大學學位的比例是整個伊斯蘭國家裡面應該一般來認為是最高的。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伊朗的這個環境負載力，如果他沒有辦法正常的做貿易運作的話，他現在被美國制裁嘛，所以他沒有辦法正常貿易運作。他的環境負載力，什麼是環境負載力呢？就是這塊土地能夠生產出的糧食，能夠生產出來的物產，能夠照顧這些人民的人口數是嚴重不足的。等於說，伊朗現在人口是過多，所以其實幹掉了很多人之後，馬上有人補上你的缺位社會沒有癱瘓，可是對於政府的順從度反而上升了，因為我就不敢動了嘛，是真的殺了血流成河了。這個我過去不太喜歡用這種比較殘忍的角度去解讀這個，但是我最近有所感悟了。那我認為這個是一個他的戰略誤判，就是如果今天美國要像川普現在說的，他要推翻哈梅內伊為首的伊朗伊斯蘭教士集團的話，理論上應該是我來轟炸的時候，順便你在地叛亂嘛，這樣是不是內外夾擊，伊朗可能就瓦解了？結果呢，因為退休工人率先發難，結果以色列的特工機構叫摩薩德提前發動了在地的叛亂，但是美國那時候還沒 ready 好了，那時候忙着对付委內瑞拉嘛，還有錢在對付格陵蘭嘛，沒有船所以呢，這就是我要講的。那到底美國來這裡幹嘛？所有都諸多不利因素，你又不能進行地面戰，而且伊朗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講過嘛，伊朗是一個盆地地形，高原盆地，還不是盆地，是高原高起來的盆地，內部呢又有什麼沙漠各種乾旱沙地荒地各種並行，那他到底要幹嘛？川普現在為什麼要打呢？我要給大家提出我的獨特的觀點這裡有歷史必然跟歷史偶然。歷史必然線我們要套用在什麼？要套用在一個最大的關鍵，中東這個地區就美國的霸權維持是沒辦法放的，一旦放了，中東這個地區它就會自然而然的整合出一個新的秩序，而這個新的秩序必然是反美，反以及反美，反美及反以。它就長在亞非拉三洲中間，那你這一放，你相當於是讓各路勢力解除了這個枷鎖，尤其是北邊的俄國，東邊的東大，而且還有什麼呢？中東地區一旦進入穩定期石油必然降價，所以這歷史的必然是，當美國走入了衰退期的時候，它對中東地區的控制必然下降，但是它的虛張聲勢必然要上升，但是這要進一步導致了它的高昂成本無法下降，這就是形成一個矛盾點。所以他就必須要做更多虛張聲勢的事情來掩蓋他的虛弱。還有一個關鍵是，趁着覺得自己還能撼動伊朗的時候，悄悄看能不能把伊朗現在政權給瓦解，扶持一個能夠相對親近美國的政權。但我跟你講，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樣板，我只能跟你說，美國必然失敗。就今天哈梅內伊被當場炸死，美國也無能推翻現有的教士政權。從歷史的另外一個角度看，是歷史的偶然性。川普現在要選舉他現在要選舉，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從古德事件以來 ，ICE 隆重打爆了幹掉6個 ICE 是美國邊境管理局這些特工相當於川衛隊所以偶然性是什麼？川普這個總統他在做選舉的操作上面，只有不斷的激發再激發，所以他必須在白宮貼出365天贏365次。所以對川普來講，他急需一個表現的機會。看來馬杜羅只給了他3%的民調增長，但終會有增長嘛？那如果幹掉更強大的伊朗呢？所以疊合了，有沒有看到歷史的必然趨勢？霸權在衰落的時候，他後撤，但虛張聲勢。歷史的偶然趨勢，川普上來，
當然川普上來也是個必然啊，但他個人的極端性，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偶然的變因。所以這個重疊的結果呢，意思就來了，他就必須更加的創造一個贏，那他就必須要怎樣？要炸。但是現在看起來，美國倒到現在，我們把結果推出來，就是伊朗看起來是撐過的那個最大的危局了。那如果是這樣往這邊走的話，那簡單來講 ，G2 這個格局就又會再產生一個新的變化，也就是美國不可能繼續的在他的勢力範圍內為所欲為。所以回過頭來講哦，這個其實伊朗這個釘子拔不掉這件事情，它的效益在產生在哪裡呢？首先你會看到歐洲國家開始對美國的予取予求產生的一些反應，只是歐洲不敢在軍事上這麼直白反應。他們搞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歐盟跟印度簽了史無前例的 FTA。當然，這個自貿協定是還是有很多摻水成分，不過大體來說，印度基本上因為歷史原因，它是不太跟人家簽 FTA 的。全世界上，另外一個是加拿大總理卡尼，再來呢是墨西哥聲援的加拿大。所以啊，這就講到我們最後要講的一個結果了。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美國要不要打伊朗的事件，實際上來說，在歷史的必然跟偶然的重疊之下，美國的霸權不是再次得到偉大的鞏固，也不是利用他的霸權餘暉鞏固他所謂的 G2 來劃分全球勢力，反而是盡顯之處的情況之下，推動世界的多極化更快來加速。G2 不成，反而更加的衰敗，美國的實力見底啊，會經過川普這一份折騰啊，更加的顯現出來。而這個就會讓我們必須講啊 ，G2 從來不會變成一個時代，它也不是個格局，而它可能就是一個美國推動全球走樣下的一個現象。而這個現象是什麼呢？以及美國會繼續用霸權想辦法在這裡面把它最後的油箱底的油給炸出來，然後全世界反而會轉向搭配的是什麼？搭配剛好現在中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的全面崛起，還有包含什麼呢？全球治理倡議，或者是我講的新天朝觀。新天朝觀意思就是說中國為世界之中心，但是不在形式上追求差異平等，而在實質上實質領先。然後藉由這樣的一個秩序的外溢，大家透過經濟的力量，透過聯合的力量串聯在一起，然後以此共榮共享。所以啊，如果從一個更深層次的歷史脈絡來說，其實今天為什麼亞非，尤其你會發現哦，亞洲帶動中東開始逐步跟進這樣的一個歷史的傳統，因為這就是一個歷史很大一片的發展區域啊。這裡本來就有自己的古老秩序在運作，不管是從中國到歐洲絲路，從海上到東南亞，到印度洋，到印度到非洲東非這個地方，這叫斯瓦西里地區。海上絲路，或者是整個東南亞之間的內部貿易跟中國之間的高強度的貿易結盟，這還不是海上絲路而已，這個是從漢代、唐代，尤其在宋代大爆發的南洋貿易網絡。另外呢，歐洲終於開始有一點樣子，他們歐洲一直沉浸在什麼？美國是我們歐洲文明的延伸嘛，所以美國的強大即為歐洲的強大嘛。但是再怎麼強大，美國人已經長出了自我意識啊！美歐之間的高強度綁定，從川普開始就像是大西洋的中洋級這個，但分裂了就不會再回去了。這裡面的概念就是這樣，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給大家這個大史觀的結果。世界的秩序在重整 ，G2 是個過渡期，而美國的衰落不可逆，全世界的多極化會隨着川普的操作而加速。川普想要的 G2 是不會達到的，但是川普不想要的多極化會加速來到，而這當中呢，中國會是這一切很重要的一個支撐點，因為中國是有能力，甚至呢慢慢展現出有那個意願來，事實上已經有了，全球治理倡議就是這個意願嘛，來支持全球的再全球化。什麼叫全球的再全球化？過去的全球化美國說了算，全球的再全球化是大家一起說了算，而這個全球化是更加的穩固，更加的符合歷史潮流，更加的符合在地性，而且它會更能夠去創造長期的繁榮，而不是獨容美國一角。OK，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跟分析的。所以中國大陸只會越來越開放。我跟你講，開放是大陸繼續繁榮下去的必然，繁榮的中國必然走向開放，而開放的中國走向更加繁榮。